注意看，擂台上两个婀娜多姿的美女正在相互较劲，谁也不愿意轻易松手。这里是越南最火爆的女子摔跤比赛，前来参赛的女选手个个肤白貌美、大长腿。如果让你和两个美女摔上一场，你是否愿意呢？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又到了我们雅俗共赏的越南女子摔跤比赛啊！那这个是我们最喜欢看的节目之一了啊。首先，这个比赛的魅力在我看来在于呢，前来参赛的女选手啊，第一点都很漂亮啊，第二点都很美丽啊，第三点呢都很动人。好，比赛开始。本场比赛由小红对战小白。我对越南的天气啊不是特别了解，我记得这个地方应该是四季都很热，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这里参赛的女选手都很白啊，有的白的吓人。当然，这场比赛也不例外了啊！两名参赛女选手，这个都很白。比赛规则非常简单啊！如果把其中一个人啊摔到双肩着地，直接判定获胜啊！其他的摔法都是加分。当然了，这都不重要啊！重要的是看两个美女这个相互博弈就可以了。今天的两个参赛美女啊，很明显她们都是非常的强。大啊，这个我还比较支持小红多一点。好，小白，这是一个抱单腿摔，小红危险了，很可惜啊，没有摔倒。小红再一次发起猛攻，哦，双腿摔，拿后背之后想做一个提抱摔。我非常建议我们国家呀，我觉得也可以举办这种活动啊。这个如果有这种活动，我第一个报名啊，哪怕是让我一个摔两个我觉得都没问题。现在两位美女都没有得分啊。这个比赛我觉得非常费腰啊。我们看两个女选手呢，摔跤比赛都是这样啊，必须先弯个腰。也蛮辛苦的。小白抱单腿摔，但是小红呢平衡性不错。据我观察，这两个美女，观众朋友们都能生儿子啊，这个不出意外都能生儿子。好，摄像机刚刚的还不错啊，摄像师加鸡腿儿。今天的摄像师啊相当不错，晚饭必须给他加上2个鸡腿儿。哦，这个裁判非常不讲究，赶紧躲开，我们不想看你拘个腚。好，转身拿背啊！看这种比赛真是雅俗共赏，一种享受。好，该截图啊！这个别怪我没提醒各位啊。两个美女战况很焦灼，目前为止啊都没有成功得分，实力水平呢都差不多，两人身材也都差不多。我说这是体重啊，体重都差不多。好，没错，镜头拉近，啊，何止夹鸡腿啊！我觉得这个整姿啊。小红抱单腿摔，要推出界外，推出界外啊，最低是加1分。
之前在评论区有人说呀，说这个如果换成一场相亲比赛啊，和这里的美女摔上一场，摔赢就被娶回家。观众朋友，我觉得啊，这个想法是好的。那如果真上了擂台，还真未必能摔得过她。这帮美女别看她很娇弱啊，个子不高，但摔法都很强。小红拿住了小白的后背，双手勒住了二童。哎，这里是小红把小白又推出了界外，再加1分。但是现在分数啊都不高，需要领先8分才能获得胜利啊，或者像我们之前说的啊，把对方摔到双肩着地。这个可不好摔啊！双肩着地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摔法，要把这个人呢给拎起来啊，或者给摔翻过去。总之没那么轻松。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更喜欢看这个女子摔跤，还是喜欢看男女摔跤呢？我都很喜欢啊。哦，小白劲儿不小啊，还是踢不太动啊。没错，摄像头非常精准。双方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啊！好，再一次推出界外，再加1分。现在小红呢是3分领先，但距离胜利还差5分啊！好，撅头摔，没摔动，转身再次拿背。把小白想要提抱起来，希望小红下手轻一点啊！有的时候看着比较心疼，有的时候勒的实在是太紧了啊，用力有点过猛。女选手之间啊用劲都比较猛啊，换做男选手的话一般会练。哦，穿裆摔法，可能大家伙没有看清楚啊，小红一个穿裆摔法把小白摔到双肩着地，赢得了比赛。哇，这个力气非常的大啊！好，最终的结果，小红获得了比赛胜利，不负众望。好，比赛到此结束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哎呦，对方这后手啊！哦，小心！就是这一拳，让张美丽的鼻梁惨被当场打断，流血2斤，随后更是被对手追着暴打上百拳，险些当场丧命。赛后，张美丽更是在媒体面前罕见的哭了起来。究竟是谁有这么强的实力，竟然能把张美丽打得如此狼狈？原来张美丽的对手正是有着巴西黑寡妇之称的玛利亚·桑托斯。为了打赢张美丽，她足足备战5年时间。在这5年时间里，她未尝一败，横扫国际擂台。就在她无人能敌之时，向张美丽发起了挑战。张伟丽，我希望你准备好遗言，和你的家人做好道别，因为这一次我去中国，不仅要夺走你的金腰带，我还要夺走你的小命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中国女拳王张美丽大战巴西黑寡妇玛利亚·桑托斯的比赛已经开始。很好分辨啊，红方选手白色拳套是张美丽，而蓝方选手黑色拳套便是玛利亚·桑托斯。对方之所以被称为黑寡妇，一方面啊，这长得的确是很黑，而另一方面啊，她的确是个寡妇。而她成为寡妇的原因啊，也是非常的恐怖啊，因为她在家中将她的老公失手给打死了。你没有听错啊，她家暴她的老公啊，因为在此之前啊，我们都听说这个男人家暴女人，但是在巴西的话，有很多女人啊家暴男人，因为在巴西从小就培养小孩的格斗术啊，无论男女。对，张伟，你多尝试一下踢前腿内侧，对。这样还能控制距离。啊，这2个人呢，你看这个拳啊，就不太像我们以往看到大多数的这女子选手那种力道啊。对，确实很足啊。嗯。啊，漂亮。哎呦！小心！啊，这是接到腿以后一个带劲儿的摔，确实是很长啊。哎呦，你看这手长脚长啊，很明显啊。
这场比赛很明显，张伟丽打的是非常的吃力啊，对方的身高臂展还有体重要远远大于张伟丽。双方差了2个量级，但是张伟丽呢还是咬着牙啊，硬着头皮接下了比赛。双方同时出拳或者同时出腿，对方肯定是先打到。这对张伟丽来讲，本场比赛啊的确是个考验哦。注意看，哎呦，这个玛利亚桑托斯还在挑衅我们。他这么大的优势还挑衅人，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太没武德了？有点大啊。对。对手还击的速度也很快啊。对，张伟丽在进攻的时候前手掉的有点低。啊，真是这个臂展有很大优势。对。双方的比赛已经过去半个回合了，张伟丽的确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。没办法，因为对方的臂展很长，我们很难打进去。但是别着急啊，因为我们张伟丽呢还有一手地面上的优势。但是现在我们看张伟丽好像有点上头了啊，今天呢不想和对方打这个什么地面之类的，就想在站立上拼一拼。这就是我们喜欢张伟丽的原因啊，她不会知难而退，而是迎难而上。对，拿好防御啊，防御一定要拿好。出腿的时候啊，手要抬高。因为很可能对手会我硬吃你一脚，然后还你一拳，对，就打你这个迎击。对，你看对方哦，你看，注意，果然就这意识啊。哎呦，注意，小心啊，很实。哇，现在看张伟丽的确是有点心疼啊，因为臂展差了太多。现在伟丽已经吃到对方很多拳了，而且每一下都是实打实的吃到。如果仔细看，现在伟丽的鼻梁可能已经断了，已经在流血。好，注意看时间，还有1分多钟，第一回合马上结束。但是我们看伟丽是完全不做防守，硬和对方拼拳。现在张伟丽的脑子里只有2个字，那就是拼了。但这场比赛，我觉得观众朋友们，张伟丽最难的点并不在于对方的身形优势，而是在于对方他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。对方研究了张伟丽，研究了5年时间，已经把张伟丽给研究透了，而张伟丽对对方是一无所知，一点不了解。难点就在于这儿啊，对方是有备而来，而张伟丽是突然出战啊，临时出战。哎呦，小心！这个拳真好啊！对啊，把自己这个身材的这种优势完全给打出来了。我们看这个桑托斯腿上这个小动作也有啊，一直吃地草，稍微一扭膝盖。对，第一局还有10秒钟。注意，对方这后手啊！小心！第一次的明显的重击啊！好，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，看一下张伟丽接下来的表现。第1个回合打得很艰难啊，也是张伟丽我觉得有史以来打过最难的一场比赛了。站立上很吃亏，你看踢腿都够不到对手，因为对方胳膊长啊，距离把控和主动权在对方的手里。你看旋风踢也踢不到，哇，对方的胳膊实在是太长了。对，这就很可怕。你看这个前手刺拳太长了。对，而且对方往前送腰的动作送的也很标准。对手也不想让张伟丽进来这种距离啊。小心啊！小心！头上换拳。对，其实可以尝试一下进入地面。好，看看有没有肘。张伟丽也比较愿意用肘啊，地面的锤击。地面了。张伟丽终于是改变了战术啊，早就该改了。因为打站立的话，这个臂展吃亏啊，的确是拼不过。但侵入到地面那就不一样了，在地面战上，胳膊越短越有优势，因为更好发力，更好的打拳。我们看玛利亚桑托斯做了一个封闭式的防守，而且在用肘尖进攻张伟丽，但是他可能会忽略一点啊，就是张伟丽的力气非常大。想走，我觉得张伟丽应该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不能压进去，腿甩开。张伟丽现在这个鼻血啊，对自己影响很大，影响呼吸可能会。小心啊！对方现在手进去拿到颈部。这个角度我们看伟丽的表情非常痛苦，被对方做了一个断头台。这个黑寡妇玛利亚桑托斯来自于巴西，所以说她的柔术自然是不弱。而且这个角度我们看伟丽的脑袋被对方已经是夹住了，但感觉这个发力点不是很好啊。但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张伟丽的鼻血还在流，而且是倒着流，这样一来更难受了。一定要把腿抽出来。
哦，现在应该没问题了。对，压头，找机会抽腿，把腿抽出来了。哦，侧面，对，好看拿的好，好漂亮，骑上去了。对，锤击，哎呦，连续的锤击，肘击，砸击，啊，肘尖砸得很深啊。哦，这继续，这一没有动作，怎么能没动作了呢？啊，没有动作，哎，眉骨也被砸开了。观众朋友们，让我们恭喜张伟丽！本场比赛看得我这太紧张了，这个手心呢还在冒汗，还有一些后怕，因为我怕张伟丽这场比赛真对对方给 KO 了或者降服了。但好在张伟丽她天生就是为了创造奇迹而生，她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那么恭喜张伟丽，本场比赛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逆转，横跨2个量级，战胜了巴西黑寡妇玛利亚桑托斯。哦，太精彩了！我相信本场比赛很多老外看完之后也不敢再来挑战张伟丽了啊，因为这个咔嚓这么多量级都不是张伟丽的对手，那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女选手还有人能够打赢张伟丽吗？再次恭喜！好，咱们下期视频，观众朋友们不见不散。好了，结束了 ，KO， 这是完全吃 KO。试问中国拳坛谁才是重磅级别的最强猛男？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他的名字——巨人腿王刘策。他身强力壮，面露凶色，仅仅一个对视就能让对手产生畏惧。在别人还在研究拳法的时候，他早已另辟蹊径，苦练起了腿法。快如闪电，如同疾风骤雨般的腿法进攻，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对手信心崩溃。曾在一个晚上连续踢断3个老外的小腿，在日本擂台霸气夺冠，一声声怒吼响彻日本东京。我叫刘策，来自中国，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日本比赛。也是第一次参加 K1 的比赛，这是我人生的第1个冠军，但不是我的最后一个。但正所谓树大招风，来自于蒙古国的蒙克尔登向刘策发起了挑战，他表示要亲手拿走刘策的冠军，如果做不到，便捐给中国200头牛。蒙古的摔跤手获得过蒙古国的全国摔跤冠军，有请蒙古的蒙克尔登。好，我们注意看眼前的选手，便是来自于蒙古国的摔跤冠军蒙克尔登。大家不要搞混，他是蒙古国而不是内蒙古。赛前他狂言要抢走刘策的冠军啊，如果做不到，便送给我们中方200头牛。200头牛听起来很多，但实际上对于这个蒙古国来讲，那就是9牛1毛，毛上的毛尖尖根本不算什么啊，因为他们就是靠着牛羊而生。虽然说蒙古国的硬汉不少，但是现在在我看来啊，蒙古国他们的灵魂早已经被抽走了啊，因为他们现在是亲韩，没错，跟韩国走得很近。而且现在蒙古国的年轻人啊，至少会说2种语言，一个就是他们本地的蒙古语，而另一个那就是韩语。而且现在韩国的各种娱乐业呀，在蒙古国那是遍地开花啊，开的哪都是啊。好，我们书归正传，回到比赛，注意看红方选手刘策。他身高1.98米，臂展达到2.09米。哇，这个身材，这个背影的确是非常的帅气。好，蓝方选手白色裤衩便是蒙古摔跤冠军蒙克尔登。刘策的力量还是非常好的。应该在上周刚刚拿了2023全国自由搏击总标赛90公斤级的冠军啊。是的。这场比赛，其实在他这个级别，刘策还属于是比较灵活的哈。是的。不过今天看这个蒙古国的蒙克尔登上来也够迅捷的。对，今天他的边角魏睿，老师魏睿也来了，然后还有就是这段时间一直在带他练习综合格斗，尤其是地面技术的樊荣。大家看刘策的比赛呀，千万不要注意他的拳，我们要观察他的腿，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拳王，而是一个腿王。他的腿法很厉害，很刁钻。好，你看高边腿霸气十足，大开大合。但高边腿啊，并不是他的绝活，他的绝活是他的一扫腿啊，没错，踢对方的小腿骨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。这次的后手还是可以去打一打，给他压力，给他压力。对，往上去压一压对手。其实现在刘策给对手的压力小一些。是的，就是主要来自于步伐上的压力啊。对，压一点，打断，对，注意压力点，要不让他下来就行。输出少。是的。可能也是第一回合要摸一摸对手，试探一下。对，步伐压完对手之后，要有进攻端的输出压力带给对方啊。对。压力，对，注意压力，打下没事。其实，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，刘策应该很少能够遇到跟他身高差20公分的运动员啊。对。这一场比赛我们看刘策呢打得非常的谨慎啊，因为这个比赛规则他并不是很熟悉。因为这一场比赛对方呢说输了送出200头牛，但前提啊，刘策你得和我打综合格斗。
刘策的主战场呢是自由搏击，是没有摔跤的。但刘策啊，这个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，为了证明我们中国人不怂啊，所以说接下了这场挑战。被接腿摔，正蹬漂亮，把这个摆拳，对手摔。哎，对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让对手起来。注意点啊！好，裁判警告刘策，对方倒地之后啊，你不可以踢对方的脑袋。那没办法，这有的时候啊，真是忍不住。再加上刘策呢是刚打这个综合格斗，对比赛规则他不太了解。我其实很早就认识刘策了，他之前在魏瑞这边啊，在唐山文旅，然后他一直想打综合格斗的比赛，对，然后魏瑞为了他也是费尽了心机啊，没错，这段时间还是把他送到了龙云格斗去学习去了。对，我一直问魏瑞，我说刘策最近怎么样？他说啊，学习去了，然后樊荣一直在带着他练。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对于运动员来讲，要多个领域再去尝试。没错，下前包拳，这防摔做的还不错，再撤一步。不用去跟对手硬顶啊！对，超腋下，把对手略抬起来一点，把对手给推出去。对手终于是按耐不住，亮出了底牌啊，亮出了他的杀手锏摔法。但是很明显，他似乎好像是摔不动刘策。好，我刘策的防爆摔和摔跤跟谁学的啊？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左下角穿着黑色背心的便是特种兵樊荣，他是和樊荣学习的摔法。他现在的右手是外侧，对，内侧就抄对手就对了。有时候这个在赛场这个左右自己都会迷糊的。对，别急，千万别急啊！我这场比赛我漂亮的顶膝。我这场比赛比较害怕的就是刘策上头，就是不上头也不行啊！你看刚这个蒙克尔登击他一下，挤到笼边之后，对，别着急，反倒敢打了。对，打的要冷静一点，没错，要冷静一些。对，打这样的对手啊，还是要冷静一些。对，这个是拽漂亮，侧踹是抓对手的迎击啊，而且漂亮，顶膝，哇，时间到了。对。这场比赛我只能说啊，蒙古的蒙克尔登他的运气不错，刚刚眼看着他就要被打晕了啊，被 KO 了。哦，可见这个后手拳有多么的重。虽然说刘策主练的是腿法，但实际上他的重拳常常被人忽略。而刘策今天主打拳法的原因呢，也是非常的简单啊，因为对方是一个摔跤高手，我们出腿的话风险非常的高，容易被对方接腿然后放倒。我们注意看，穿着白色短袖的便是刘策的师傅姚刀魏瑞。名师出高徒啊！师傅是第一个在日本拿下冠军的中国人，而刘策是第二个啊！这师徒俩是把日本拳坛横扫了个遍。好，废话少说，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继续。好的比赛，我刚刚魏瑞下来的时候特意问了一下。我发现这场比赛你比谁都激动。对。然后问魏瑞说的什么？问樊荣说的什么？对。啊，因为我实话实说啊，我们中国大级别的综合格斗运动员太少了。我真的希望能再说出来两个，速度上来了，对，给的压力也大了，对，就是你不能只是步伐端的压力啊，我特别能理解魏瑞，就是你要把它换成进攻端的压力给到对手啊，自己的进攻输出去压对手，要再打得大胆一些，是，对，别着急，放他起来。注意看，对方开启了耍无赖的行为，他知道刘策呀不敢进入到地面，而他就赖在地上不起来。但好在现场裁判呢可以说是铁面无私，没有给到他机会。好，站起来的刘策步步紧逼。现在蒙克尔登明显已经没劲儿了，他在站立上已经被刘策给打穿了。好，又来摔，这个平日里能摔动牦牛的人，结果今天摔不动刘策。蒙克尔登的体能已经下降了，是的，再想哎，这个我知道，回去的腿筋来了，应该继续哇，观众朋友们，精不精彩，意不意外？刘策仅用时不到2个回合。我觉得这场比赛如果不是综合格斗规则，如果是自由搏击啊，对方可能连半回合都坚持不住啊。我觉得说多了，1分钟吧。我们看，这位号称这个打不赢要送我们中国200头牛的蒙古摔跤大王，他已经被打服了。希望对方能够信守诺言，赶紧把这个牛给我们送过来。我不管你们是一路赶过来，还是说这个空运，还是怎么着，赶紧整过来啊！我们全国人民等着吃牛肉啊，吃牛肉馅的饺子。好，比赛到此结束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中国巨人拳王张之磊大闹美国拳坛，开局12秒打败美国特种兵，让自大的美国人彻底傻眼。好，观众朋友们注意看，视频中的拳手正是10年前31岁第一次来到美国拳坛参加比赛的张之磊。
比赛地点正在美国纽约，这场比赛可谓是相当珍贵啊，因为是张志磊的人生首场国际大赛。好，再注意看眼前的选手，金毛小子啊，白人，他是美国的退役特种兵，30岁的坦特，生涯战绩7胜4负，其中包括6场 KO。这场比赛虽然说是张志磊呢首次来到美国参赛，但是观众朋友们在来之前啊，早就在美国已经传开了啊，因为他们听说一个身高2米的大个子啊，一个黄种人来到了美国拳坛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来到现场的众多老外都是来看张志磊笑话的啊！先看张志磊是如何被打翻，而接下来他们即将被打脸啊！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眨眼。Quite frankly, there's a lot of pressure for me on Zili. Even though he's not in there with much, taking a fighter Tate. Are you kidding already? Down goes Tate. They waved it off. No, I mean, I was just about to say, I mean, he's taking a guy that's 8 days. This is a trophy. What happened? 8 days condition. You know, I mean, really ridiculous. And this is a guy who's been knocked out 4 times, Tate. They should have got somebody better. What I was going to say is I could have been better. There's a lot of pressure on Zili because I was about to say if he doesn't knock him out in 1 round for me on Zili, even though he's not in there with much, taking a fighter Tate. Are you kidding already? Down goes Tate. They waved it off. 眨眼的观众朋友们可能错过刚刚这一幕了。没错，仅用时12秒，创造了他职业生涯最快的一次 KO 记录。我们再来看一遍，到底是哪一拳把对方给打倒的？张志磊缓步前压，注意看左手。哦，隔着手套，哈哈，隔着手套隔山打牛，就把对方给打翻了。千万不要再让我打中国人了，他们实在是太弱小。如果一不小心打死了，还会脏了我的手。我可不想我的手上沾上中国人的狗血。好啊，既然这个大老黑如此的出言不逊，那就别怪我们中国选手，我们的巨人拳王张志磊手下不留情了。好，生涯战绩23胜0负1平，18场 KO。观众朋友们啊，这个 KO 率高达89.9%，终结率相当之高。张志磊的重拳最多能打出1000多磅啊，也就是900多斤。所以说呢，任何人吃到张，你刚刚得到消息，你获得了5万美金的特别奖。眼前这个18岁的少年刚刚拿下了国际赛事的首场比赛，由于表现实在太过于亮眼，被赛事方老板当场奖励5万美金。这对于从山村出来的养猪少年，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。他便是我国100年难得一见的搏击天才张佩勉。张佩勉来自于我国广西的一个小山村。从小家庭并不富裕的他，除了帮家里做农活以外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练习搏击。从14岁正式踏入职业拳坛，一度打出20战19胜的恐怖战绩。在张佩勉刚满18岁这一年，立马杀入到了国际拳坛，立志要成为中国最年轻的世界冠军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张佩勉的国际擂台首秀就被赛事方安排了一个实力强劲的老牌悍将，他便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踢拳世界排名第5、泰拳排名世界第2的约什托纳。此人不仅经验老了，就连身高和臂展也要远远超过于张佩勉，因此所有的专业人士一致认为，本场比赛张佩勉必败无疑。